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希望您在这里度过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今天我们想为您带来以下新闻：王一博赛车热背后，4万粉丝验资重塑商业逻辑。这在体育圈原本是再普通不过的常识。甚至可以说是每一个稍微了解职业赛事运作的人都心知肚明的基本规则。车手的收入来源从来都不是门票分成，而是来自车队薪水、比赛奖金以及个人赞助。换句话说，无论一场比赛的门票卖得多火爆，现场有多少观众为之呐喊助威，那些收入都不会直接进入车手个人的口袋。然而，当这一套逻辑被搬到当下的舆论场，尤其是与王一博这个名字绑定之后，却意外地引发了一场近乎狂欢式的讨论与情绪释放。如果只是站在传统体育迷的视角，这一切显得多少有些荒诞。打开社交平台，铺天盖地的内容仿佛在庆祝某种胜利，粉丝们奔走相告，分享抢票成功的截图，计算着场馆容量与上座率，甚至自发整理数据，试图用各种方式证明这场赛事的含金量。但问题恰恰也出在这里，他们明明清楚，这些门票收入并不会直接成为偶像的收益，却依然愿意掏出真金白银，甚至承担溢价的机票与酒店成本，只为在某一个周末跨越城市的距离，出现在同一片看台之上。那么，这场狂欢究竟在庆祝什么？答案如果只停留在支持偶像这样的表层解释，显然过于简单。事实上，这更像是一场规模庞大、逻辑清晰的公开验资。在一个流量可以被制造、数据可以被包装、热搜甚至可以被批量生产的时代，线上世界的一切都存在被稀释甚至被质疑的可能。点击量可以刷，转发可以控评，榜单可以运作，但有一样东西却很难造假：线下的真实转化能力。4万个活人，这是一个必须被反复强调的概念，不是屏幕后敲击键盘的 ID， 不是数据后台里不断跳动的数字，而是4万个在现实世界中具备明确行动能力的人。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同一个时间节点，有4万人恰好具备出行的时间，有足够的可支配收入去承担跨城消费，并且愿意为了同一个理由看王一博穿上赛车服走进赛车场，忍受高分贝的引擎轰鸣与弥漫空气中的橡胶气味。这种行为本身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娱乐消费的范畴。当这样的数据被摆在品牌方与赞助商的桌面上时，它所呈现的意义也会发生彻底的转变。在商业语境中，这不再是简单的粉丝应援，而是一组极具价值的用户画像，高净值、高粘性，具备强烈行动力与消费转化能力的群体。他们不仅愿意为情绪买单，更愿意为体验付费，并且具备跨区域流动的能力。这种用户结构对于任何一个品牌而言都是极具吸引力的资源。门票秒空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信号。在等号的另一端，连接的不只是赛事的热度提升，更是一个清晰可见的商业逻辑闭环，从流量聚集到线下转化，再到品牌曝光与二次传播，最终回流为更高层级的商业价值。而这一切的核心支点，正是王一博本人的影响力与号召力。粉丝们所庆祝的，并不是门票收入的归属，而是这一整套逻辑得以完整成立，并且被市场真实验证。他们用真金白银完成了一次近乎教科书式的市场演示，只要这个名字被绑定在某个场景之中，就可以迅速调动起大规模、可验证的消费行为。这种能力在商业世界中往往被称为杠杆，利用有限的资源撬动更大的价值空间。而在这场事件中，这种杠杆被放大到了一个极具冲击力的程度。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当年迈克尔
乔丹短暂转战棒球小联盟的那段经历。对于伯明翰男爵队的老板而言，乔丹的击打率从来不是最重要的指标，真正关键的是球场外那一眼望不到头的队伍，是那些只为购买印有45号的纪念品而蜂拥而至的人群。体育竞技固然以成绩为核心，但体育商业的本质从来都是围绕注意力展开的资源分配。回到当下的国内赛车环境，这种对比显得尤为鲜明。长期以来，赛车在国内始终处于一种相对边缘的位置。尽管拥有技术门槛与观赏价值，但受限于传播渠道与受众基础，许多赛事都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商业自循环。没有稳定的转播收入，门票销售也难以形成规模，车队运营往往依赖少数赞助维持，甚至被调侃为赔本赚吆喝的富人游戏。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扩大影响力，吸引更多关注，一直是困扰行业的核心问题。而这一次，大规模的流量并不是通过传统渠道缓慢积累，而是以一种近乎直冲的方式直接涌入赛事现场。那些原本只会被少数硬核车迷注意到的细节，例如贴在 GP3 赛车引擎盖上的赞助商 logo， 在这个周末将被数万台手机镜头捕捉，并通过社交平台迅速扩散，形成几何级增长的信息传播。这种传播方式不依赖专业解说，也不需要复杂的技术理解，只需要一个简单的动作：拍照、发布、分享。对于赞助商而言，这种曝光的价值是极其直接的。他们并不在意观众是否理解赛车中的走线技巧，是否清楚每一个弯道的技术细节，只要品牌标志能够被看见、被记录、被转发，这笔投入就具备了回报的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粉丝的参与不仅合理，甚至带有一种极强的效率优势。他们用最直接的方式将赛事的商业价值重新编码，并以消费行为为媒介，完成了一次对传统叙事的降维打击。然而，这种变化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分歧。在一些传统车迷的讨论空间中，可以明显感受到一种情绪上的撕裂感。他们对这种现象持有明显的保留，甚至排斥态度，认为所谓的饭圈文化正在侵蚀赛车运动的纯粹性。他们会抱怨看台上的观众不了解 DRS 可调尾翼系统，甚至质疑这种关注是否会影响比赛本身的专业氛围。但如果将视角稍微拉远，就会发现这种争议本质上是一种认知差异。体育竞技与体育商业从来就不是完全重合的两个维度，前者强调技术与成绩，后者则更关注传播与价值变现。当一个项目长期处于资源匮乏的状态时，任何能够带来关注与资金的变量，都可能成为改变格局的关键因素。在这样的前提下，是否纯粹，或许不再是最优先的问题。当比赛开始，绿灯亮起，发动机的轰鸣声划破空气的那一刻，赛道上的竞争依然会按照既定规则展开，但看台上的声音或许会呈现出不同以往的面貌。尖叫、欢呼、镜头闪光，这些元素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全新的观赛体验。对于一些老派评论员来说，这可能需要时间去适应，甚至需要重新建立评价体系。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变化正在发生，并且已经对行业产生了实际影响。当体育赛事越来越依赖娱乐属性来扩大受众基础，当商业回报成为维系项目运转的重要支撑，单一的评价标准显然已经无法覆盖全部现实。谁能够吸引更多人走进现场，谁能够带来更高的传播效率，谁就更有可能在资源分配中占据优势。因此，回到最初的问题，这4万张门票的钱究竟进了谁的口袋，或许已经不再那么重要。真正关键的是，这4万人的到来为整个行业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它证明了
当流量与线下场景发生有效连接时，可以释放出怎样的能量，也说明在一个高度竞争的注意力市场中，谁掌握了真实可转化的用户群体，谁就拥有更强的话语权。从这个意义上看，粉丝的狂欢不仅是一种情绪表达，更是一种参与商业结构重塑的行为。他们用实际行动回答了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在真假难辨的数据时代，什么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指标？答案已经非常清晰，不是屏幕上的数字，而是现实中的人。而这一点，或许正是这场看似热闹的事件背后最值得被认真对待的部分。感谢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这条新闻对您有帮助，请记得点赞、评论并订阅频道。祝您生活充满正能量。再见，我们下个视频见。